男人一把将妻子推到床上，接着拿出一副银手镯，笑眯眯地走上前，拉起这位比自己小12岁妻子的手，然后直接靠在了床头上，准备来一场刺激的小游戏。但已步入中年晚期的他，总是那么力不从心，即便妻子对他百般顺从，他也只能先吃下一颗蓝色的小药丸。随着药效逐渐发作，就在男人准备更进一步时，他的身体突然开始颤抖，捂着心脏痛苦不已，最终倒在了妻子的怀里。妻子还以为这是临时加的戏码，结果用脚轻轻一推，男人直接滚到了床下。女人终于意识到不对，她哭着让丈夫赶紧过来，说这个恶作剧一点都不好玩。但丈夫的鲜血已经流了一地，再也不可能站起，而女人的双手被铐在床头上，无论怎么弄都弄不下来，只能看着近在咫尺的丈夫死在面前。女人彻底绝望，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的呼喊求救。不过要知道，他们为了过好这次2人世界，特意开车来到偏远的乡下，方圆10多公里只有他们一家，就算她喊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听到。天色逐渐暗了下来，这时女人突然听到客厅传来声响，她欣喜若狂，以为是有人来了，结果进来的却是一只流浪狗。女人知道糟了，因为他们今天来的路上见过这条狗，当时她正在吃路上被撞死的动物尸体，而女人看她可怜，还有一块价格不菲的牛排将她吸引过来，让她饱餐一顿。结果还没等狗子吃完，她就被丈夫叫到屋里，还忘记了关家里的门。而现在狗子正对着丈夫的尸体虎视眈眈，女人大声呵斥，从床头上摸到一本书直接砸了过去，但狗子似乎看出了她不能动弹，直接从丈夫的胳膊上撕下一块肉，当着女人的面开始享用起来。女人绝望的埋头痛哭，而就在这时，一只大手突然伸到了床上，丈夫竟捂着伤口站了起来。我刺奥，被狗咬一口还能复活。女人激动的语无伦次，而丈夫则开始埋怨她当初为何要发善心喂那只野狗。女人不停的道歉，让她先解开手铐再说。结果用膀胱一扫，丈夫依旧安详的躺在地上。看来女人是因为丈夫被狗咬后神经崩溃，从而出现了幻觉。她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，环顾了房间1周，最后将目光定在了旁边的手机上。有些小游戏还是不要乱玩。这个男人就想着跟妻子来点猛的，就将她铐在了床头上。结果刚挂上档，发动机就出现了问题，最后直接死在了床边。更惨的是，一只野狗还跑进屋内享用起了他的尸体，而妻子就这样在床上被困了一整天。他想用旁边的手机报警，可奈何自己的腿不够长，愣是拿不到手机，并且经过刚刚的一番折腾，女人开始口干舌燥。如果再没人来救她，那就只能沦为和丈夫一样的下场。就在女人陷入绝望之际，她突然想起丈夫之前吃药时将剩余的水放在了床头上。女人用左手抬高木板让其倾斜，水杯在上面开始滑动，最后用右手成功接住了水杯。可因为手铐的关系，水杯根本送不到嘴里。女人急得已经哭了，但也只能先将水杯放回木板。而这时狗子又在啃食丈夫的尸体，女人彻底崩溃。但好在她又突然想起自己当初将新衣服的标签也放在了床头上。女人摸到之后，单手把它卷成吸管，艰难地送进嘴里，成功喝到了水。但她不敢一口气喝光，因为不知道自己还要被困几天，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获救。就这样在思考中，女人沉沉地睡去。到了半夜，狗子好像被什么东西吓跑了，而声音也吵醒了女人。定睛一看，房间的角落竟站着个人。只见此人长相怪异，头上满是大包，手里还提着一个箱子，里面放着一堆珠宝，还有一些不知是什么东西的骨头。女人被吓坏了，难不成是死神来了？她不敢相信这一切，赶紧闭上双眼。恍惚间，女人脑中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阴影。12岁那年，她跟着家人外出看日全食，怎料和她坐在长椅上的父亲突然提出让她坐到自己的腿上来。不难看出，这位父亲打的是什么主意。就这样，女孩的裙子被弄脏了。更可气的是，事后父亲还找到她，并威胁说此事不能让母亲知道，如果那样的话，母亲就会变得讨厌你，并且排斥你。正是从这之后，女孩的心灵受到了严重打击，也从而导致女人婚后过得一直很卑微。因为她认为那件事对不起自己的丈夫，所以就算她提出如此过分的要求，女人也只能选择逆来顺受。不过发生了意外，落得如此下场。突然，女人被一阵瘙痒惊醒，原来是那只狗子在舔舐她的脚丫，看架势是想要吃掉她。老娘还没死呢，她一脚将狗子踢走。可接下来地上的一个血脚印让她瞬间不淡定了。难道昨晚来的不是死神，而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？女人不敢过多想象，她害怕今晚那个恐怖的东西还会再来，于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女人被丈夫铐在床头已经2天了，她的身体严重脱水，但好不容易拿到了水杯，她却一口没喝，反而全部倒掉，因为她要用这个小小的杯子求生。只见她将水杯靠近床头的木板，嘴里数着1、2、3，然后用力一砸，杯子瞬间破碎，鲜血染红了手心。女人忍着剧痛将多余的碎片扔掉，留下一块不大不小的玻璃，然后插进木板的缝隙中，接着再将手腕贴上去，开始慢慢的滑动。从女人的表情中就可以看出她此时有多么的痛苦。最后经过一番努力，她的手皮70%脱落，右手成功挣脱了手铐，女人终于可以自由活动。她赶紧推动木床，想要拿到旁边的手机报警，可她似乎忘了手机是菠萝牌的，根本就坚持不了2天。果然，因为没电开不了机，但女人不敢停下，她拖着木床艰难的来到另一边，找到了手铐钥匙，成功解放了左手，还找到了大号创可贴，贴在伤口上止住了血。但此时的女人已经耗尽了全部体力，就在她要上前拿车钥匙的时候，晕倒在了地上。等她再次醒来，还是被野狗咬醒了。
女人拿到了车钥匙，但一旁的狗子却惊恐地看向走廊，原来是那个恐怖的东西又来了。女人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，只能颤抖着将身上最值钱的钻戒交给他，然后转身离开。奇怪的是，他并没有阻拦。而女人来到外面，想要开车逃离这个地方，结果却在半路又晕了过去，车子径直撞上了大树。好在声响引来了附近的居民，女人得救了。后来警方调查发现，她的丈夫确实死于心脏病，女人还因此获得了一笔不菲的保险金。然而身上留下的伤疤尚可恢复，但心灵受到的创伤却难以揭开。女人把这次的遭遇写进了书里，但她也不确定之前那个恐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，而且之后她每晚几乎都会梦到它。显然这已经成为了女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霾。直到6个月后，女人读报纸时看到了一则盗墓贼被抓的新闻，上面的照片赫然呈现在眼前，这不就是那个恐怖的东西吗？报纸上还说这个盗墓贼有着恋尸的嗜好。女人这才明白，她当时是想等自己死了，然后真是细思极恐。得知了真相